怪事儿来了，一个在太空生活了数百天的 NASA 资深宇航员突然不会说话了，不是嗓子哑了，不是失去意识，而是人还清醒，却突然无法正常表达。大约20分钟后，他又自己恢复了。最诡异的是，回到地球，医生依然没找到明确原因。2026年1月7日，国际空间站 NASA 宇航员麦克·芬克正在吃晚饭。第二天，他原本计划执行一次太空行走，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。可就在这时候，一个谁都没有预料到的情况突然发生了，芬克突然说不出话了，不是嗓子疼，也不是声音沙哑，而是人还清醒，意识也在，但就是无法正常说话。更诡异的是，这一切来得毫无征兆。几分钟之前，他还好好的，下一秒情况就完全变了。队友发现不对劲后，几秒钟之内，所有人立刻围了过来，并联系地面的 NASA 飞行医生。而大约20分钟以后，症状竟然自己消失了，芬克恢复正常。从那以后，他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情况。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？一个经过严格筛查、经验丰富的资深宇航员，为什么会在太空突然失去说话能力？更关键的是，如果这真的是一次大脑或者神经系统异常，它为什么来得这么突然，又消失得这么快？这件事情最后严重到了什么程度？ NASA 取消了原定的太空行走，并决定让 Crew 11提前返回地球。2026年1月15日，芬克和另外3名宇航员提前结束任务，在加州圣迭戈附近海域降落。关于这件事儿，我之前专门做过一期节目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翻看一下。这是 NASA 首次因为宇航员医疗问题，对国际空间站任务实施这样的紧急医疗撤离。NASA 当时只公布了宇航员出现医疗问题，并强调由于医疗隐私，不会透露更多细节。直到几个月后，芬克本人主动透露了更多信息。他说，当时没有疼痛，也没有发生窒息，整个过程大约持续20分钟。而截至目前，医生仍然没有找到一个能够完整解释这次事件的确定原因。心脏问题已经被排除，其他可能性仍然没有完全排除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宇航员突然不会说话了，20分钟之后又恢复正常，而医生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。这才是整件事情最让人后背发凉的地方，因为说不出话这4个字看起来只是一个症状，实际上它背后可能牵扯到人类最复杂的器官——大脑。不过先别急着往神秘方向想，应该也不是外星人搞的鬼。我们先把这件事情当成一道医学题，突然失去语言能力，最先让人想到的是什么？中风。因为人的语言能力并不是装在喉咙里的，它背后涉及大脑多个区域之间极其复杂的协作。我们想说一句话，需要大脑先形成语言，再把信息传递给负责运动控制的区域，最后让舌头、嘴唇、喉部和呼吸系统配合，把脑海里的语言变成声音。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，都可能出现说不出来。所以，当芬克突然无法说话的时候，地面的医生当然会高度警惕。尤其是在太空，因为那里没有意见医院，也没有一支医生团队随时站在你旁边。空间站虽然配备了一定的医疗设备，宇航员也接受过医疗训练，但它终究不是地球上的大型医院。NASA 自己的航天医疗规范也明确指出，如果出现超出任务现场医疗能力的疾病或伤害，就可能需要医疗撤离，甚至终止任务返回地球。所以 NASA 宁愿取消一次宝贵的太空行走，也必须把人安全带回来。问题是，回到地球以后，为什么还是没找到答案？这才让事情变得更加耐人寻味。那么，会不会真的是太空造成的？这里我们就要看一个人类在地球上几乎不会意识到的问题。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为地球重力设计的，从我们出生开始，血液就在重力作用下分布。腿部承受身体重量，心脏需要把血液输送到大脑，身体里的各种液体也有自己稳定的分布方式。可是到了太空，重力的作用大幅减弱，人体内的体液会重新分布，更多液体会向身体上半部移动。所以宇航员进入微重力环境后，经常会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脸看起来更圆了，腿反而显得更细，因为液体不再像地球上一样大量聚集在下肢，听起来似乎没什么。但问题是，如果体液重新分布到了头部，它会不会也影响大脑？这正是科学家长期研究的问题之一。
事实上，长期太空飞行与宇航员眼部、视神经以及脑部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，一直是航天医学的重要研究方向。而且别忘了，太空还有另一个地球表面几乎不一样的环境——辐射。在地球上，我们头顶有厚厚的大气层，周围还有地球磁场，它们共同为我们挡掉了大量来自宇宙空间的高能粒子。但在太空中，宇航员受到的辐射暴露明显增加。这意味着人类的大脑并不是简单的搬到太空继续工作，它实际上是在一个与地球完全不同的环境中运行。当然，这里必须说清楚，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芬克这次20分钟的失语就是体液重新分布、脑部变化或者辐射直接导致的。NASA 和医生目前也没有给出这样的结论，这些只是我们研究太空环境对人体影响时需要关注的重要因素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有一些可能的方向，但还没有真正抓到答案。而我觉得这件事情真正值得人类警惕的，可能还不是那20分钟，而是未来。因为国际空间站距离地球大约400公里，听起来很远，但对航天来说，它其实就在家门口。一旦出了严重医疗问题，宇航员仍然有机会较快返回地球。可如果有一天人类真的去了月球基地，甚至踏上火星呢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。假设一个宇航员在火星基地突然出现语言障碍，然后呢，地球上的医生可以马上处理吗？不能，地球和火星之间的通信存在明显延迟，更不要说把一个人从火星送回地球，根本不是坐一趟返程航班那么简单。所以在国际空间站20分钟的未知症状，最后至少还有一个选择，回来。可到了火星，很多时候你甚至没有回来看看再说这个选项。那时候一次无法解释的神经系统异常，可能就不再只是一个医学谜题，而是一场真正的生存危机。这也是为什么深空探索最困难的地方，可能根本不是火箭能不能飞得更远，而是人体能不能在那里正常工作足够长的时间。我们一直在研究如何让火箭飞得更快，如何制造更好的宇航服，如何建立月球基地，如何让人类登陆火星。但别忘了，我们真正送过去的并不是一台机器，而是一个由细胞、血液、神经和大脑组成的人。这个系统是在地球上经过数百万年进化出来的，它已经习惯了地球的重力，习惯了地球的磁场，习惯了地球的大气，甚至连我们最自然的事情，站立、走路、平衡、说话，都建立在这个环境之上。一旦离开地球，这些理所当然的东西可能全部要重新接受考验。所以再回头看芬克的那20分钟，我们不能说 NASA 发现了太空会导致失语，也不能说宇航员的大脑已经被太空改变。这些结论目前都没有科学依据。真正准确也更加令人不安的说法，其实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宇航员在太空突然出现短暂的语言障碍，症状自行恢复，而医生至今没有找到明确原因。这件事儿并没有告诉我们答案，它告诉我们的恰恰是我们还有问题没有回答。也许未来的研究能够证明这只是一次偶发的与太空无关的健康事件，也可能研究人员最终找到一种此前没有被充分认识的太空医学机制。现在我们不知道，但这正是科学最有意思的地方。未知并不意味着神秘，未知只是意味着我们还没有走到答案那里。而人类真正迈向深空之前，也许必须先解决一个看起来比火箭更根本的问题：我们究竟能不能把一个完整的人类大脑安全地带到地球之外，并让它在那里依然正常地说出一句“我们到了”。这里是宇宙之思，宇宙很大，人类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们从未停步。